大叔只是乡下来的普通巡警，却被强行派往市里参与案件侦查。起初他还只是做样子巡视现场，却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对面公寓，因为从地上的血迹分析，受害者死后不仅被挪动了位置，还将面部朝向对面的窗户。为此他特意潜入对面房间查看，果然有把倾倒的椅子，于是他顺手将椅子摆正位置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。这时才惊恐地发现，警察整个办案过程一览无余，显然凶手曾在此欣赏自己的杰作。但巧合的是，5年前自己也在洛城警局亲手侦查过一起类似的2尸命案，并且行凶手法基本一致，这让他不得不把案件联想在一起。而他超强的洞察力却引起负责该案警长的注意，并希望他能继续协助自己破案，因为在最近的2个月里，已经连续发生5起相同凶杀案，而警方却连一个嫌疑犯都没找到。如今上级调遣大叔回到警局，也是为了尽快抓住凶手。第二天，大叔直接来到验尸房，恰巧法医正是自己多年的老搭档，刚好对死者完成验尸工作，发现死者身上也有着一个咬痕，并且与之前的死者一模一样，可就是提取不到唾液样本。同时他还发现凶手有个特殊的癖好，就是将所有死者的脚毛剃光。然而大叔此行不只是想了解尸体，同时还有其他的目的，就是调取5年前命案的尸检报告。虽然老友答应帮忙，但警告他不能再出现什么意外，不然上帝也保不了他。为了感谢好友能够冒险帮助，大叔邀请法医吃了一顿。在2人回忆当年的往事时，法医拿出了一串普通的钥匙，可钥匙扣上的工艺品却代表着他们共同守护的秘密。随后大叔再次返回案发现场，寻找更多被忽略的细节，可刚打开一旁的冰箱，房东却突然闯了进来。 I thought you guys were finished. How long has this fridge been broken? I don't know, maybe. You're responsible for repairs. Oh, are you thinking about moving in? 当得知房东有联系过维修公司，却很久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，于是大叔询问维修公司地址，并将细节依次记了下来。回到住处后的他左思右想，觉得这次凶手肯定与2尸案有关。然而想到这3名死去的少女，他不禁地流下泪水，同时内心还充满了愧疚。另一边的警长雷米意外得知，大叔当年曾是叱咤风云的神探，却在5年前被调往小镇养老。原因并非他因为年龄问题选择退休，而是仅在半年内就遭遇了停职离婚和3次手术，内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非常不适合在第一线冲锋。同时还警告雷米不要和他走得太近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冲突。可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大叔已经提前申请了超长假期，决心要亲手将凶手缉拿。他来到房东提供的维修店侦查，以自己警察的特殊身份拿到了最近预约维修的记录，发现死者家确实有申请过维修，但老板却表示自己还没派人就被取消预约。为了进一步查找线索，他拿走了所有维修工的基本信息。而另一边的雷米也没闲着，他造访了最近失踪人的家庭，得知女孩很喜欢去夜跑，并且在失踪前佩戴着一个红色发夹。由于连续发生几起命案，雷米感到前所未有的重负，仿佛一块巨石压在心底。可很快警方又发现一具尸体，这已经是第6起命案。为了找到失踪女孩，雷米拿出随身照片进行对比，还好不是那个失踪的女孩，但大叔却突然出现，于是调侃他不是在休假吗？然而大叔并非有意前来，而是给雷米提供破案的线索。他拿出之前找到的维修工名单，觉得凶手肯定是其中一人，于是2人来到酒吧分析凶手。经过雷米的详细了解，除了第5名受害人在家中发现，其余都是在城市北区遇害，然后被凶手带到南区进行抛尸。而在南区遇害的死者却截然相反，或许这是凶手在分散警方视线。经过大叔的调查发现，凶手至少拥有2辆超棒的座驾，而且公里数也不会很低。然而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牙印，可能只有尸体才能让他产生快感。所以在杀害第5名受害者后，不仅给女孩摆好姿势，还按照喜好刮掉身上的腿毛，然后到对面等待警方的到来。随后大叔带着雷米来到大桥边，这里正是5年前的案发现场。表述当年死者是有案底的映照女郎，和最近的6个少女完全不同。难道当年凶手只是为了先练手？可无论死者是什么身份，警方都应该一视同仁，要像天使一样为他们沉冤昭雪。然而大叔一个抹眼泪的动作，让一旁的雷米深有感触。显然5年前的案子压抑了大叔很久。很快雷米调查了所有维修工，其中2人曾经有过案底。等大叔将雷米送回家后，他独自开车来到其中1人的住处，偷偷观察对方的车辆，发现车子公里数确实不低。还不等他看个仔细，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人影。 Can I help you? 原来正是车主本人，同时也是维修店里的职员莱托。他这次下来只是想丢垃圾，不巧遇到大叔看车。为了缓解尴尬，大叔照向地上的出售纸牌，可莱托表示出售的并非这一辆，为此大叔只好先行离开。等莱托丢完垃圾，大叔却偷走了刚被丢弃的垃圾袋，并打电话让警局调查另一辆车。等他回到住所，倒出垃圾袋，仔细检查里面所有的东西，特别是吃剩下的披萨，第一时间找到法医进行对比。虽然看起来十分相似，但这无法成为法庭上的证据。于是大叔每天监视莱托的一举一动，发现他每天除了光顾烤肉店，还喜欢去声色场所消费，晚上更是到路边寻花问柳。然而在一次跟踪时，莱托将车开到了他的身边，
并和大叔打了个简单的照面，然后用手指了指大叔的身后。事后大叔打电话给雷米询问自己所站的位置是否与案件有关，他立即表示正是其中一个抛尸地点。同时这种信息警方从未公布，显然来拖这是一种挑衅。同时警方找到了来拖另一辆车，原来是被拖车公司带走，可一直都没有人进行过报失。当警方检查这辆可疑车辆，除了整个车的公里数偏高以外，并没有其他任何发现。同时车内的指纹与现场有点相似，但也无法对来拖发起指控。可为了明察秋毫，警方只能将来拖抓到警局问话。没成想对方十分了解雷米，同时还想和大叔来个直接对话，因为自己是个刑侦迷，面对审问显得既放松又兴奋，丝毫没有任何罪恶感。当雷米询问他车辆丢失为何不报案，可他却说报了，只是他们警察根本不作为。随后又把受害者的照片给他看，结果来拖不仅没有丝毫不适，反而像在欣赏艺术照一样沉浸其中。所有人都看出了他的变态心理，可警方却拿他没有办法。如此嚣张跋扈的表情彻底激怒了沉淀已久的大叔，甚至要将对方碎尸万段。还好有同事将他控制，不然就会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。最终警察因为没有证据，只能将来拖提前释放。正巧一个女孩前来报案，表述她前不久独自开车回家时曾被一辆可疑汽车跟踪，然而她为了自保，果断将车开进路边的加油站，没曾想里面竟空无一人，可那人已经尾随她跟了过来。害怕的女孩只能躲进餐厅，眼看神秘人提着袋子慢慢靠近，她只好从后门逃出，然后快速冲向马路中间，拦下一辆过路的货车，这才逃过神秘人的追杀。为了快点找出嫌疑人，雷米给他看了一些疑犯的照片，却在来拖的照片上停留了许久。于是雷米询问情况，女孩表示这张脸似像非像。由于刚刚女孩低头系鞋带时，正巧遇到被带去审问的来拖，两人相互打了照面，这导致女孩无法成为控方证人。很快上级得知雷米一无所获，打算将此案件交给联邦调查局。同时上级还透露一个重磅消息，就是8年前的一天，莱托曾对一宗谋杀案向警方自首，不仅坦白了所有作案细节，还签署了认罪自白书。结果警方仔细调查发现，案发时的莱托却根本不在现场。显然莱托就是个刑侦迷，于是他赶紧找到大叔，并表示莱托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凶手，而是个疯狂沉迷于凶杀案的人，非常享受被当作疑犯的快感。可大叔对此根本不认同，还表示所有直觉都指向了莱托，只是缺少对他定罪的证据，或许证据就隐藏在对方的公寓里。在大叔的各种分析中，雷米答应了大叔特殊的请求，就是去莱托的住所里寻找证据。为了给大叔打掩护，他把莱托从房子里骗了出来，给大叔制造非法入室的机会。很快大叔发现莱托不仅偷听警方电台，还观看了很多刑侦书籍，同时还有一个用来冲洗照片的暗房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竟然发现地板下有个暗格，里面的箱子里装有各种凶杀案的新闻简报，同时包括5年前大叔调查过的案子。而莱托没有等到雷米，警觉性的他果断打电话报警。很快警察闯入他的房间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原来大叔在警察到来之前，提前爬上了一旁的屋顶，成功避开了警方视线。雷米发现了站在一旁的莱托，知道这一切都是莱托所为。第二天两人开始对莱托进行监视，以防他再次行凶作案，可对方却没有丝毫的破绽。为了能够将莱托捉拿归案，雷米彻夜的死守岗位。为了缓解他的疲劳，大叔走进超市购买咖啡提神，而在车旁边的电话亭突然响起。面对如此诡异的电话，好奇的雷米不得不下车去接听，不料这是莱托故意而为之，目的就是为了戏耍眼前的警察。此时雷米根本压不住心火，直接将莱托摁在铁门上，并问他说出夜跑女孩的下落。 You don't want to know. Not really. Okay. I'll take you to her. 虽然知道这么做不符合程序，但他不想被眼前的变态戏耍下去，于是坐上了莱托的车。然而两人刚刚离开，就被买完咖啡的大叔看见。为了保证雷米的安全，大叔果断开车跟了上去。很快两人来到一处庄园门口，莱托拿出一把钥匙，让雷米将前面的铁门打开。随后他们开车来到一片空地，很快两人便走下车，而雷米在莱托的指引下，慢慢移动到他指定好的位置，表示女孩就埋在这里。紧接着莱托丢出一把土锹，显然雷米肯定不会自己挖掘，可等对方拿起土锹又递了回来。为了快点找到证据，他只好接过手中的工具，然后乖乖的自己动手。而另一边的大叔却跟丢了两人，无意间错过了一旁的铁门。此时的莱托似乎玩得不过瘾，让雷米换个地方挖掘。虽然已经精疲力尽，但也不得不照着莱托意思。然而接连挖掘了几处，莱托依旧不停更换其他地方。此时莱托开始描述雷米的家人，还讽刺雷米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，假如自己有同伙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抓走他的家人。结果雷米一气之下扇了一把，没曾想刚才滔滔不绝的莱托，现在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Hey, get up, man. 这时的雷米才知道自己竟无意间将其打死。此时的大叔姗姗来迟，看见倒下的莱托就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淡定地走上前去。然而雷米还想解释过程，可大叔让他什么都不要说，只管先把人埋掉，等他回来之后再做处理。首先他将车辆丢给了混混，然后走进莱托的家，
将所有的衣服全部打包，并带走了地板下的那个铁箱。最后找到雷米，一同将尸体掩埋掉，并交代雷米哪里都不要去，就在家里好好待着。几天后，雷米收到一封来信，里面的纸条写着别当天使，同时附带着一枚红色发卡。虽然现在都不知道女孩在哪，殊不知此时的大叔正在焚烧莱托的私人物品，而那个地板下的铁盒却是什么都没有存放过。在影片的最后，就是大叔手里拿着新买的发卡，里面唯独缺少的就是那个红色。